收看真心话测谎仪大挑战。今天我们将在现场找3位观众来回答我们的问题，参与者将获得1000元的现金奖励。下面呢，我们来挑选第1位路人。抢我！抢我！先生您好，请问您在和您爱人交往过程中有没有出过轨呢？绝对没有，我对我太太很好的。这什么意思啊？你听我解释啊！那肯定有问题，你听我解释啊！你听我解释啊！这位小姐，您长得这么年轻，一定没生过孩子吧？我当然没有了。你居然生过孩子？你不是说你从来没谈过恋爱吗？亲爱的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个屁！赶紧把老子彩钱退回来！还有一个没有来。我不要说了，我一下，给我先生，您愿不愿意参与一下？时间还送外卖呢。哎，先生，绝不会让您白参与的。要回答我们的问题，就会有1000块钱的现金奖励。1000块钱，这够我送1周外卖了。好，我可以参与，不过你得先给钱。没问题。说吧，你想问什么？刚刚问的问题有些平常了，这一次问个炸裂一点的。先生，您杀过人吗？这主持人会不会问问题啊？这人一看就是个普通人，怎么可能会杀人呢？看来这主持人啊是真没什么料可挖了，都开始没活硬整了。我觉得，除了法律之外，没有人可以剥夺别人的生命。看，我就知道他会这么说。早知道他问这种破问题，我上去回答就好了。这1000块钱也太好挣了。先生，请您正面回答问题。我没有。这报警心想啊，他不会真杀人了吧？他真是杀人犯啊！这是假的，我没有杀人，我不是杀人犯，这是假的，我不是杀人犯。后面有坏人之后，快带我走。站住！走。好了，到家了，你安全了。小哥哥，你这身肌肉好有男人味啊！哎，你干嘛，老板娘？我还着急送快递呢。臭男人，还送什么快递呀？你要是把我娶了，你不就是老板了吗？我只卖艺不卖身的。那好，把从我这儿借的2万块钱还给我。不是说好了月底吗？那我不管，要么今天还钱，要么下班以后啊，玫瑰大酒店302。这次没错吧？放心，大小姐，这是绝对没错。他就在这个区域当快递员。太好了，可可，你要有爸爸了。好哎，可可要有爸爸了。不好意思，不感兴趣。喂，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？本美女能看上你那是你的福分，你还在这挑上了。你一个送快递的也不看你自己配不配，除了我，谁还愿意跟你啊？
找到你了，你就是我爸爸，绝对没错。哎，小朋友，首先呢，我不是你的爸爸，而且你小年纪不学好，就出来碰瓷。行了，叔叔还有事儿，你呢回去好好学习，听懂？不嘛，爸爸既然回来了，就永远不能走。我说你个小东西，怎么就听不懂呢？可可说的没错，你就是他爸爸。你就是郑氏集团大小姐郑云舒，你居然和郑氏集团大小姐有个孩子啊！美女，你就别开玩笑了，我要着急送快递的，没时间跟你闹。我没跟你玩，5年前你对我做的事情，你再忘记了。5年前。想起来了，我找了你5年，但就那一次，不会一次就……你的意思是我拿我的亲生女儿来讹你？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样子？我就算讹人，也犯不着赖上你吧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一个单身汉，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一个女儿，换做是谁会不信？你要是不信的话，可以跟可可做一次亲子鉴定。我信，可是什么？怕我找你要钱？放心吧，我这次来是给你钱的，1个月10万，你只要做好可可父亲就行。10万？怎么？你嫌少啊？成了。算了，既然如此，和我领证吧。啊，这么快？爸爸，你快去和妈妈结婚吧。在幼儿园里，小朋友的爸爸妈妈都是结了婚的。我堂堂正式千金，你就是一个送快递的，怎么我配不上你啊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，跟我走。我有爸爸了，以后在幼儿园里再也没有人说我是野孩子了。可可乖，以后再有人叫你野孩子，你就告诉爸爸，爸爸帮你报仇。江峰，虽然我们领证了，但你别多想，我只是不想让可可没有父亲，你摆正好你自己的位置，别来干涉我的事。既然我们已经领证了，那你的事情我必然要放在心上。你别给我扯后腿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只要你能照顾好可可，对我来说就够了。我的事情还不是你这个快递员能帮得上忙的。好了，该说的都说完了，我先带可可回去，有事再找你。妈妈，爸爸不跟我们一起走吗？可可乖，爸爸晚点来找你。对了，好了，可可，妈妈已经有了爸爸的电话了，你想爸爸随时联系我。走吧。店主，大街上就敢这么叫我，不怕暴露身份吗？我是不是给你们下过命令，在查清楚我母亲死因之前，不要领证？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店主您息怒，实在是……是我让他们带我来找你的。爸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小峰，我们俩这些年是有些不愉快，但这么多年你也该闹够了吧？你知不知道，我想抱孙子盼了多少年？你赶紧回家结婚，给我生个孙子。我要是说不呢？你老子我好歹也是大夏首富，就算你神龙殿神通广大，想跟你老子硬来，怕也占不了什么便宜。爸，有话好好说。你也是的，多大的人了，还跟小孩子似的，跟爸赌气。我不管，你赶紧给我回家，相亲生孩子。我已经有孩子了，没办法跟你回去。什么？你有孩子了？这么说，我要当姑姑了？那你还不快点带我去见他？
你知不知道，你老子我想抱孙子，想了多少年？那你慢点想呗。你好了，都少说2句。再有下次，别怪我不给你们留情面。这个逆子是要气死我呀！爸，消消气啊。弟弟不让我们去见孩子，不代表我们没有别的办法。孩子又不是靠弟弟一个人生出来的。你是说，孩子他妈？老爷子，我都调查清楚了，孩子叫可可，孩子的妈妈是郑家嫡女，因抗拒和连家联姻得罪了连家，郑家也是因为此事对她十分的冷落。这么多年带着可可生活，还真是挺不容易的。我还发现3天后就是这个孩子的生日了。那好啊，我们可以找个由头办个宴会，把全城名流都请过来，到时候在大家面前宣布这个喜讯：我江珊珊有孙女了。好，我立刻去发布通告。对了，再帮我办件事，从现在开始，让江氏集团的所有人都把快递寄到这儿来，然后都给了臭小子差评，我看他还敢不敢得罪我？哼！新娘子，新娘子！逆女！逆女！你们郑家人胆子可不小啊，敢打我凌霄的弟弟！林少，我女儿不懂事，您别和她一般见识啊！还不快给林少道歉！不用道歉了，等他们俩结婚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这种小事儿我是不会放在心上的。是，还不快谢谢林少！做梦！我告诉你，凌霄，我已经结婚了，让我嫁给你弟弟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什么？好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就没什么好说的了。你们郑家出尔反尔，等着破产吧。林少息怒，林少息怒。你个逆女，你是想害死我们全家吗？爸，你真以为他们林家可以手眼通天吗？哼，你们还不知道吗？3天之后，大夏首富江先生将会为他的孙女摆庆生宴，到时候还会决定在云城千亿投资的归属。庆生宴？我们林家和江先生合作已久，等我拿到这个项目，整个云城都将是我林家的天下。到时候你们郑家是死是活，全凭老子一句话。用不着威胁我，只要我拿到投资，你们林家还不得乖乖跟在我们屁股后面？就凭你？就凭我！只要我拿到投资，我要给你们所有人好好看看。怎么约我在这儿见面啊？来不及跟你解释了，江首富今天在这儿，我必须争取到他的千亿投资。你先帮我照顾好可可。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呢，不就千亿投资吗？我跟老头说一下就行了。你吹什么牛啊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首富怎么可能听你的？行了，你老老实实照顾好可可，等我回来。爸爸，我想跟妈妈在一块儿。可可见到的坏人就在里面，妈妈一定会被欺负的。好，爸爸这就带可可进去，顺便还能见到爷爷。太好了，可可要有爷爷啦！走。天哪，几乎全城的世家名流今天都来了。过去可没有这么大的排场，大家还不都是为了那千亿投资吗？谁要是拿到这笔钱，以后在云城可就能呼风唤雨了。我看啊，这笔投资肯定是你们林家的。林家与江氏集团合作这么久，如果你们真拿到了这笔投资，可别忘了照顾照顾我。放心，我们都这么多年交情了，我们林家有的，你们家也一样不落。这不是郑家的郑云舒吗？他郑家得罪了我林家，现在马上就濒临破产了，也不知道他现在哪来的闲工夫来这里。
难道说他对这个千亿投资的项目感兴趣？走，去看看。哎呦，这不是专门勾搭野男人的郑家大小姐吗？你来这儿干什么？还能干什么？肯定是眼看我林家要拿下这千亿投资，后悔了，来求我们让她嫁入我林家。郑云舒啊，你也不好好照照自己，你未婚生子，把你们郑家的脸面都丢光了，现在还想嫁入我们林家？哼，痴人说梦！我告诉你啊，我们林家是不可能娶你这种有伤风化的女人。林晓，我今天来是为了千亿投资的合作，如果拿下这笔订单，你们林家如何，根本不放在眼里。哈哈，郑云舒啊，你疯了呀！你们郑家早已苟延残喘了，还想与我们林家相比？谁输谁赢不用我多说了吧？我好心奉劝你啊，别对这个千亿投资感兴趣，别他妈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你的傻弟弟想娶我进门，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吧？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句。我懒得跟你重复我说过的废话。好啊，我今天非得好好教训教训你。谁呀？敢动我老婆，找死！妈妈，可可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不是让你们等我吗？哟，郑云舒，这就是你和野男人生的女儿呀！我原本以为你乱搞会挑个好点的男人，没想到居然找了这么个废物。这就是号称云城第一美女的郑云舒，没想到她在外面和别的男人乱搞，生了个扫把星野种，郑家都快被她克得破产了，居然还有脸带他们过来。你不懂了吧？有些人天生就是贱人，为了舒服，什么事做不出来呀？你呀，但凡还有点羞耻心，就带着你和野男人生的小贱种，找个石头放藏好了，别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，倒我们大家伙的胃口。哼，你这个老女人，再敢骂我爸爸妈妈，我就踩死你！你个小野种，敢说我是老女人？你眼睛旁边全是褶子，不是老女人是什么？小兔崽子，你还敢顶嘴？看我撕了你！哦，我的女儿也是你们动的。你竟然敢打我！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管你是谁，只要你敢骂我老婆和孩子，你就该打。我奉劝你一句，也把嘴巴放干净点，否则别怪我这么客气。小兔崽子，找死是吧？有没有打听过我云城林家？敢碰我林家的人？云城林家，哼，我管你是谁。你如果不想死的话，就把你的手给放开，有点意思啊！我是第一次遇到敢跟我这样叫板的人。好，既然你不见棺材不落泪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来人，让他们知道得罪我林家人的下场。把这个废物还有这个小野种给我抓起来！是。不许动我老公和孩子。老公，带可可先走。郑大小姐，你知道这里是哪里吗？这可是首富的认亲宴，岂能是你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？老婆，你别担心，他们我根本就没放在眼里。林家在我面前连蝼蚁都不如。哎呀，小子，我还真是佩服，到现在了还敢嘴硬，那就让我看看你能拿我怎么办。我告诉你，你们在我眼里跟路边的野狗没有区别，拿什么跟我斗？江峰，有完没完？老婆，我会保护好你的，也不会再让你和孩子受到欺负。你不就是想要拿的千亿投资吗？只要今天我在，也就一定。哎呀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不就是一个抽送快递的吗？哎，发财梦做傻了是吧？还千亿投资，你的品味挺特殊的嘛，勾搭男人还勾搭个精神病啊！你最好把你的嘴巴放干净点。够了，江峰，你除了给我添乱还能干什么？你别以为你姓江就跟首富有关系了，我求求你别给我添麻烦了，行不行？老婆，我之前可能没解释清楚，但是你一定要相信我。江峰，我怎么信你？我只是想让你照顾可可这么一点小事你都做不好，现在不仅把我们郑家生意给毁了，还要置可可于险境，我真后悔把你给找回来。老婆，够了！你们一家人还在这演戏什么？首富马上就要到了，今天可是首富的认亲宴，他不可能允许你们这种人玷污他。来人，把他们给我抓起来！我看谁敢！爸，时间快到了。你过来正好，你帮我看一看这些玩具，小女孩很喜欢呀。你看看，光这一个就20万，我买空了多少店面的盲盒才开出来。听说现在小孩
就喜欢这个。200万又怎么样？要我说呀，心意比什么都重要。什么意思？你也不想想，一个一直没有爸爸的孩子得受多少委屈？这不是钱能解决的事儿。哼，谁敢欺负我的宝贝孙女，绝对饶不了他。别说是您了，我这个做姑姑的也绝不轻饶。爸，时间到了，我们先下去吧。走，去见宝贝孙女。清风，你看看你在说什么？你把我们郑家唯一的希望都毁了。老婆，你放心，你所有的麻烦我都可以帮你解决。他们林家根本就不算什么，我根本就没把他们放在眼里。清风，你要气死我呀！我求求你了，你带可可回家好不好？不行，我答应了可可要来保护妈妈，而且还要带她见爷爷，我可不能说谎。郑云舒，你找的这是什么男人？疯了吧？今天可是江首富给他孙女的庆生宴，他居然把这个野种带到他，他该不会想说这个野种就是江首富的孙女吧？哎，你还真就说对了，她还真就是江辰山的孙女。哎呀，首富的亲也敢乱攀呀！哎，你是不是嫌自己活得不够长啊？江峰，你别胡说了，你一个送快递的，怎么可能是首富的儿子？我求求你别胡说了。老婆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还敢嘴硬是吧？我今天就让你明白，首富的名声不是你这种人能败坏的。来人，把他们抓住！不许动我爸爸！既然如此，小业主，那我就免你一并教训，把他们拖出去。谁敢动我江辰山的孙女？大夏首富江氏集团董事长江辰山到！大夏首富江氏集团董事长江辰山到！好啊，小子，用江总的名声来唬我是吧？我就替江总今天好好教训教训你。谁敢动？我看谁敢在这里放肆！你又是哪儿冒出？敢管我陈家的事？住口！哥，江小姐，居然有人敢在江首富孙女的生日宴上闹事儿，我正准备替江首富好好教训他们。什么？她居然就是江首富的女儿，江氏集团的负责人江映小姐。江小姐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妹妹不认识您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就原谅她吧。对了，张小姐，这种人根本就不配出现在您面前，我现在就把他赶走。江小姐，我老公不是故意闹事儿的，林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我替他跟你道歉。阿姨，他们先是我们的，我爸爸只是要保护我和妈妈而已。爸爸是世界上最好的人，他们才是坏人。好可爱的小朋友啊！江小姐，你可千万别被这个小野种给忽悠了呀！是啊，江小姐，今天可是江首富给他孙女办的庆生宴，他们居然敢把这个小野种带来，也不怕给您家增添晦气。我这就替你把他们赶出去。江家的人就是不一样，林家可是我们云城最大的家族，居然都不放在眼里。大夏首富，果然不是浪客虚名。看来林家今天有麻烦了。江小姐，您这是……你们刚才说他是什么？江小姐，你有所不知，趁云舒他生活不检点，他到处在外面勾引男人，然后才生下了他。你说这不是小野种是什么呀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他是野种？是啊，江小姐，他们不光把这个小野种带来，居然还敢说她就是江首富的孙女。哼，竟然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败坏江总的名声，他压根就没有把您江家放在眼里啊！江小姐，今天是您父亲江总的认亲宴，我们林家作为主办方，绝对不允许这种贱种出现在这里。我现在就把他们赶出去。来人！江小姐，我们不是故意的，求求你别伤害我孩子。现在知道求饶了，晚了。还敢冒充江总的孙女，真的是活腻了。江小姐，你放心，这点小事交给我处理就行。江峰，快跟江小姐道歉。道歉？道什么歉？江小姐，你看，她居然这么狂妄。是你们先欺负爸爸妈妈，你们道歉。哟，小贱人，还敢指摘我，今天就让你长个记性。
什么小姐？您这是？你敢骂他是野种？你知不知道他是谁？他就是郑云舒生的野种啊！放肆！竟敢骂我江韵的！你怎么在这儿？江峰，你疯了！他可是首富的千金，你怎么敢这么无礼？没关系，大王带的东西一会儿就下来。我不想暴露身份，你先把可可带走，我自己可以处理。也行，爸爸正好想见见孩子。可可乖，跟姑姑去见爷爷。爸爸，你不会出什么事吧？你爸爸是什么身份？能出事儿才是怪事。放心吧，你爸爸不会出事的。我带你去找爷爷，好不好？那爸爸，你要保护好妈妈，千万不要让她受欺负。放心吧。江小姐，这看在今天用了你们林家的场地，我给你们留些脸面。要是再让我看见你们找郑小姐和她丈夫的麻烦，到时候别怪我没给你们打过招呼。你们有什么手段就尽管使出来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林家多大能耐。江峰，你疯了是不是？江小姐好不容易替我们解了围，你又主动挑事，你不当也个限度。老婆，我现在是你丈夫，也是可可的父亲。我的老婆和孩子受到了欺负，我就要让他们受到惩罚。太像了，真是太像了。爸，你说什么？这眼睛像你，鼻子和嘴巴像你弟弟，绝对是我江珊珊的孙女，没错。可可，叫爷爷。爷爷。爷爷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哭了？没事，没事，来，让爷爷抱抱。好孙女，爷爷送个礼物给你。哇，好漂亮！喜欢吗？来，爷爷啊，给你戴上。看，这些玩具都是爷爷买给你的。那当然啦，只要我的宝贝孙女喜欢，以后啊，喜欢什么东西，想要什么东西，就告诉爷爷，无论什么要求啊，爷爷都满足你。真的吗？那当然了，爷爷不骗人的。谢谢爷爷。乖孙女，你还有什么愿望，告诉爷爷，爷爷多满足你。爷爷，我担心爸爸妈妈，我想回去看看。放心吧，有爷爷在，你爸爸妈妈肯定会没事的。爷爷，你不知道，下面那些坏人坏得很，这么多年一直跟外公外婆一起欺负我妈妈，还骂可可是野种。现在可可找到爸爸了，他们一定也会欺负我爸爸。敢动我江澄山的家人，该死！爷爷，爸爸是不是不该认我？为什么这么说呀？都是因为我，爸爸妈妈才被欺负。爸，看来他们娘儿俩这些年没少吃苦啊。可可，爷爷和姑姑陪你一起过去，你放心，有爷爷在，没人敢欺负你爸爸妈妈。走。小松，事情都过去了，你别再胡闹了。老婆，如果今天不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，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今天我就要让他们知道，得罪我江峰会是什么下场。哼，笑话！你不就是个送快递的吗？得罪你能有什么下场？今天你惹到我们林家头上，只能怪你自己不长眼睛。郑云舒啊，你也听见了，不是我不给机会，
是这小子自己找死啊！来人，给我打，打到他下半辈子起不来为止。郑元叔得罪了林家，这小子就算有9条命，恐怕也是不够赔的。好，那你们就试试看。林萧，你在江首富的宴会上动手，你就不怕他找你麻烦吗？你少用江首富来唬我，这里可是我林家的产业，老子想干嘛就干嘛。行，我看你们究竟能把我怎样？小芳，你看清楚形势行不行？你就算不为了我，也要为可可着想啊！想让可可伤心死吗？她才刚有了爸爸。林萧，到底怎样你才肯放过我们？放过你们？你们俩刚才不是挺嚣张的吗？林萧，这是我们林郑两家的恩怨，跟江枫无关。只要你肯放过他，说什么都答应。好，什么都答应我。那你现在就跟我弟弟结婚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之前你不是也答应了吗？这空口说白话的管什么用啊？那你想怎样？想怎么样？既然是你说要嫁，那你们就当着在座所有人的面前，行了夫妻之事如何？林萧，你别太过分。你现在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？来人，把他给我扒了，让我弟弟过来。敢欺负我老婆，找死！既然如此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咱们今天新仇旧怨就一起了了。给我上！别！老婆，你放心，这几个人还伤害不了你老公。江枫，你别嘴硬了。好啊，是你自己找死，怨不得我。动手！不许欺负我爸爸妈妈！可可，快过来！妈妈，你不用怕，爷爷说了，有他在，没人敢欺负爸爸妈妈。你个小野种，现在也敢在我面前说大话了是吧？好，今天你们一家人都在，就把你们一同解决。爷爷姑姑，快来呀！你喊呢？就算你喊破喉咙，也不可能有人来救你。动手！我看谁敢！动手！我看谁敢！江总，没想到您竟然亲自赏光。江总，就是这两个人，他竟然敢在您孙女的庆生宴上闹事儿，我这就把他们赶出去。江总，求你高抬贵手，可可还是个孩子，不懂事，你别伤害他。爷爷，就是这个坏人欺负我们。闭嘴！小野种，凭你也配叫江总爷爷？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？好孩子，别怕，有爷爷在，爷爷帮你报仇。他叫江总爷爷，难道他真的是？敢欺负我江辰山的孙女，看你是活腻了。她真的是江总您的孙女？这怎么可能？她不是，那谁是啊？她不就是生的一个野种吗？你好大的狗胆，敢说我孙女是野种！江总，误会呀！我们真的不知道她是您的孙女，求求您高抬贵手，高抬贵手！刚才可是你们告诉我，郑小姐他们说可可是我父亲的孙女，你还敢说你们不知道？你们既然知道，居然还敢这么嚣张，我看你们是没把我江家放在眼里。好，刚才是你骂他野种对吗？江总，之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求你放过我，我做什么都行。行，这是你说的。既然你敢骂我孙女是野种，我就割了你的舌头，让你以后永远骂不出来。来人，割了他的舌头！江总，求求你，我们真的错了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江总，求你给我一次机会吧！我错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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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错了。爸，今天是您见可可的大日子，见了血恐怕不吉利。您放心，跑不了他们的。
以后想惩治他们有的是时间。今天啊，就先这样吧。把这些人全部给我丢出去！晦气！怎么回事？江总怎么这么护着可可？这有什么？咱们可可可爱又漂亮，老头肯定是看对眼了呗。真的？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？咱们可可可是全天下最可爱的女孩子，招人喜欢不是很正常吗？乖孙女啊，爷爷替你把坏人都赶走了，以后就没有人欺负你了。谢谢爷爷。妈妈，你看，这个是爷爷刚刚送我的，漂亮吧？爷爷还给我买了好多好多玩具呢。江总，谢谢你替我们解围。谢什么谢啊？我还不是有能力解决。江峰，怎么跟江总说话呢？要谢你谢，我反正不谢。哎你。江总，我老公就这个臭脾气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。都是自家人，没什么帮不帮的。自家人？江总，您该不会真的是江峰的？我不认识他。江峰，无论如何，江总刚刚帮了我们，你还不快谢谢江总？快说话呀！爸，今天见到可可最重要，你们的事情回去慢慢说。好了，忙了一天了，孩子也累了，走，回去。江总，对不起啊，我替我老公跟你道歉。道什么歉啊？我又没把他怎么样。你走。怎么了？投资的事还没解决呢，这个订单拿不到的话，回头林家又要欺负在我们头上了。那你找他要啊？我怎么说呀？江总刚帮了我们还提投资的事，吃笑话了。好，既然你不好意思要，我帮你要。老头，把你的千亿投资给我了。真的假的？你听见没？他居然就敢这么直接要。就是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江总，你别生气啊，我老公他……你给不给？江峰，你疯了？不给是吧？行，可可，我们回家。爷爷再见。等等。这是投资合同，你看看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什么？这可是1000亿的投资啊！说给就给了？难道他们郑家真和江首富有什么交情？江总，这没关系，你替我生了这么可爱的一个孙女，这钱不给你，还能给谁啊？江总，你跟江峰究竟是……我说了，不认识。好了，1000亿合同也拿下了，走吧，回家。琪琪，小哥，大事不好了！江首富把1000亿投资给了郑云舒。什么？什么？真的，说给就给了，一点没犹豫。小哥，怎么办？他郑家拿了这么大一笔钱，回头岂不是要踩在云城所有家族头上？哥，我看那小丫头八成真的是江首富的孙女，这我们得罪了她，以后可该怎么办呀？哪有这么巧的事？你想，郑云舒那个男人要真的是首富之子，他们郑家又何必来求我们呢？依我看呀，就是江首富喜欢小孩子。可是哥，郑家现在拿到了投资，这以后我们该怎么办？他们迟早会骑到我们头上的。哼，现在他们郑家就算再有钱，匹配到这么大的项目，找的供应商也不能是一般人，而云城最大的供应商可是……小哥，你放心，这件事交给我来办。哼，郑云舒跟我林家作对，那就别跟我心狠手辣了。郑云舒竟然如此猖狂！杨叔，这要真让郑云舒他们得了势，我们以后就没好果子吃了。是啊，爸，绝对不能让郑家得逞。
放心吧，我绝对不会和郑家合作。他们找不到供应商就得破产，到时候分了郑家。谢谢杨叔。郑云舒，你们就等着破产了。小凤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你到底是谁？老婆，你知道的，我就是个送快递的。不可能！你要就是个送快递的，江总为什么对可可那么好？你到底和江总什么关系？我不认识他。那他为什么对可可那么上心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他肯定是觉得咱们家女儿可爱，喜欢美。江总看可可眼神不是喜欢那么简单，光那个平安锁就要几十万，江总喜欢孩子，一出手就是几十万的礼物。人家可是首富啊，几十万就跟咱们几10块钱一样，有什么大惊小怪？还是不对，小凤，你到底是不是江总的儿子？你开什么玩笑？我要是那么有钱的话，怎么会去送快递呢？好了，别多想了，没事的话，我睡觉去。你肯定有事瞒着我。我瞒你什么了？行了，我困了，快松开。我不怂，你老实交代，你到底有什么事瞒着我？你要是不说的话，我就……你什么？我就跟你没完。没完？怎么个没完法？先放开！就你那2下也想拿住我？你想干嘛？我想干嘛？你说我想干嘛？江峰，金刚，别乱来！放弃吧，老婆，你越挣扎，我越兴奋。妈妈，爸爸妈妈，你们在打架？没有。妈妈身体不舒服，叫爸爸过来帮帮忙。妈妈，你哪儿不舒服？可可看看，是不是发烧了？可可乖，妈妈没事了。可爸爸明明说你不舒服。啊，那个刚刚妈妈是有点不舒服，但是爸爸已经帮妈妈治好了。哇，爸爸你好厉害，还会治病。当然了，等可可长大了，爸爸也教你。好呀好呀，爸爸你真是个超人。可可，你刚刚不都睡觉了吗？怎么又来找妈妈了？妈妈，今天我不想一个人睡。好，妈妈陪你睡好不好？好，那你们早点休息。爸爸你去哪儿？你不跟我们一起睡吗？可可乖，爸爸已经很累了，让爸爸好好休息，妈妈陪你睡好不好？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还没跟爸爸睡过呢，我要跟爸爸睡。算了，听女儿的吧。太好了。我江峰发誓，从此以后一定让你们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我今天会很忙，晚上不用准备我饭了，好好照顾可可。怎么了？虽然江总给了我千亿投资，但供货方面还得指望林家，我看能不能啃下来。不用求他，我可以帮你解决。行了，别说笑话了，我知道你担心林家会对我不利，放心吧，我会保护好自己的。郑云舒，把江董的1000亿投资交出来。姐，我劝你还是把江总给你的投资交出来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别闹得下不来台面。这是我拿到的投资，凭什么给你们呀？你知不知道，就是因为你惹了林家，现在整个云城都不跟我们郑家合作了。你要是不交出投资，我们郑家就得破产。你们破产？关我什么事儿？你们为了几百万投资要把我卖给林家那个傻子，
既然你们把我当物品养来，凭什么要在乎郑家的死活？你个逆女，我白养活你了，你简直就是一条白眼狼！今天这投资，你交也得交，不交也得交，否则的话，别怪我不讲父母情分，打死都不会给你们的。好啊，那我就打死你！赶紧给我滚！再让我在这看到你，小心我对你们不客气。爸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你少在这吓唬我！你就是一个送快递的，你还敢威胁我？那你没事。江峰，这是我们家的事儿，你就别管了吧。一个吃过接触饭的男人，凭什么管我们家的事儿啊？就凭你们也想拿走我老婆的千亿投资，现在知道跟他说是义气，之前他在林家受尽屈辱。你们在这，我告诉你，只要今天我在这里，想拿走投资，做梦！你知不知道，要不是因为他不检点，我们怎么又能得罪林家？现在有钱了，就想置身事外，哪有这种好事？你想怎么样？把钱留下，我放你离开郑家，公司的股份给你保留。笑话！我老婆刚得到了1000亿投资，还会在意你那些股份吗？我无所谓啊。那你问问他是要投资还是要公司？江峰，这公司是我妈创立的，我不能毁了它。哼，你还知道公司是妈创立的呀？你得罪了林家和杨家，他们可是穿一条裤子。他们如果不给我们供货，你就算有钱又怎么样？公司会破产的。不就是供应商吗？小事一桩，我立刻就能解决。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屁本事没有，还敢在这大放厥词？既然如此，敢赌吗？赌什么呀？如果今天之内我能找到供应商，你们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。就你，就凭你啊？你以为供货商是你送快递的时候认识的那些小商小贩啊？怎么不敢啊？江峰，你老婆，这事你别管，我就再问你们一句话：你们敢赌还是不敢赌？笑话！我有什么不敢的？赌就赌，谁怕谁啊？那如果你们输了怎么办？我不可能输的，我就不信你一个送快递的能找来什么能应对1000亿投资的供货商啊！说了那么多，你们就是不敢赌。既然不敢赌的话，那就签下字据，从今往后不许再觊觎我老婆得到的1000亿投资，怎么样？你真以为我们能被你唬住？要是我们输了，以后我们绝对不会出现在他的面前。太轻了。什么太轻了？你们下的赌注太轻了。之前你们让我老婆交出全部股份，而到你们这儿却是说再也不打扰我老婆。你们糊弄鬼呢？那你想怎么样？你们把所有的股份都全部转移到我老婆名下，然后从郑氏集团净身出户。怎么怕吧？有什么怕的？我们赌了。你说什么胡话？我们要是输了的话，就会交出所有的股权。爸，你怕什么呀？你觉得他们会真的找到供应商吗？在现在的整个云城上下，除了杨家，还有谁能匹配这1000亿投资啊？你觉得杨家会答应和他们合作啊？1000亿呢？我们不还是说赢就赢了呀？好啊，让我们赌了。好，口说无凭，立字据。小峰，你故意的吧？今天找的供货商，这怎么可能啊？老婆，你放心，既然我敢跟他们签协议，那就一定能找到。怎么不敢签了呀？老婆，就算你今天不签，那他们也不会善罢甘休。与其这样，不如信我一次。小子，你自己作死，可不要怨我们啊！等着睡大街吧！老子今天就陪你在这儿等，我倒要看一看，天上能不能掉下一个供应商下来。店主有什么吩咐？去找云城杨家，把合作协议带来郑氏集团。是店主，人马上就到。好。喂，
敬大人放心，我马上赶到郑家。好了，老婆，解决了。你糊弄鬼呢？杨家在云城可是和林家平起平坐的地位，是你这个软饭男一个电话就能叫过来的？江峰，这就是你说的办法？对啊，老婆，你放心，我保证，待会儿他来了，一定能和你达成合作。江峰，枉我这么相信，居然拿我妈的股份开玩笑，这是我妈留给我最后东西，你知不知道？我怎么可能拿你的身家性命来开玩笑呢？待会儿啊，你的股份不但能保住，他们也得乖乖把他们的股份全部交出来。哼！行了，江峰，滚！老婆，不到最后一刻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是你的，永远都是你的；不是你的，拿在手上也会丢掉。放心吧，毕竟这么大一个投资，怎么会放着钱不赚呢？可是，老婆，我说杨家的人会来，就一定会来。今天郑家有一个算一个，谁也别想欺负我。而且，妈妈的在天之灵一定会保护的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还妄想靠一个死人来保佑你们，真是痴人说梦啊！各位股东们，你们看到了，不是我们要和他们作对，是他们自己不顾公司的死活。我提议，等收回郑云树的股权后，就罢免他董事长的职务。我同意，我也同意。你们，我平常从未亏待过你们，你们居然……郑总，事关公司生死存亡，我们作为股东，应当从公司角度考虑。就是，要不是你得罪林家，又怎么能闹到今天这个结果？冠冕堂皇，你们不过就是为了提前站队，多捞点好处吧。就算是又怎么样啊？难道你要让股东们相信他一个小丫头骗子吗？哎呀，别以为自己翅膀硬了就能和我斗，他还嫩得很。好了，不说废话，赶紧把这个股权协议签了。今天还没结束呢，你着什么急啊？少来这一套！就算你拖到凌晨，我也不信他供应商能自己从天上掉下来。还没到最后一刻，你怎么知道？爸，他们底气这么足，该不会有诈吧？垂死挣扎，困兽之斗罢了。没关系，我们等得起。爸，夜长梦多呀，赶紧让郑云舒签了股权转让协议吧，免得再出什么变故呀。这是害怕了。你少废话，你一个外人少来管我们郑家的事儿。好吧，正事要紧。郑云舒，刚刚是你签的对赌协议，我问你，你今天能不能让杨家成为我们长期的供应商？不能的话，那就按规矩办。乖乖的把它给我签了，我还能给你留点体面。我说过了，没有到最后一刻，结果就不能被揭晓。江峰，算了，是我没本事，我认，你不用这样吧。这就对了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何必要撕破脸皮呢？我再说一遍，没到最后一刻，这结果就不能被揭晓。反了，你居然要当着众人的面公然毁约吗？到底是个松快地，输不起就掀桌子呀！我告诉你，今天我们这么多人在这，你要是想撒泼耍赖，我们可饶不了你。是吗？那我倒要看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。郑云舒，怎么？你真的想要当着众人的面毁约吗？你可要想好，这样会有什么样的后果。虽然说你是我的女儿，但公是公，私是私。为了股东们的将来，我今天必须要给他们一个交代。今天你签也得签，不签也得签。只要我在这，不看你们谁敢乱来。算了，家宝，毕竟是我得罪了林家，我认输。我以后多努力奋斗，迟早会好起来的。我郑云舒既然敢签，那我就输得起。这才像话嘛！签吧。好啊，你们这对奸夫淫妇是要和郑家做对。你敢打我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反了，快来人！
给我拿下！去，给一人2个耳光，让他们明白什么是长幼尊卑。杨氏集团董事长杨一鸣到。杨家人这时候来干什么？我看八成是来找郑秘书麻烦的。我看也是，一个小丫头片子，运气好拿到江首富的投资，又不把别人放在眼里。杨总亲自来让他死心最好。杨总，您大驾光临，有何贵干？老郑，听说你们拿下了江首富给你们的1000亿投资。哎呦，杨总消息真是灵通啊！恭喜恭喜！那我就提前预祝你们生意兴隆。杨总，您太客气了。您今天专程前来，不是只为了恭贺我吗？我今天过来是专门和你们正式谈合作来的。不知老郑觉着怎么样？哎，杨总，您怎么突然来我们郑家谈合作？您之前不是一直和林家？是，杨总，我记得之前您一直是和林家合作的，今天怎么突然就看上我们郑家这座小庙了？你看，你们郑氏能够拿下江首富的1000亿合同，前途可以说是不可限量。我与你们合作也会越来越好，你说是不是？杨总，您要是这么说的话，那就是看得起我们郑家。您放心，以后我们合作一定会非常愉快。那就太好了，正好我也拿来了合作协议，今天我们就走一下合同，怎么样？哎呀，杨总，哎呀，我求之不得。等等，刚签完对赌协议，就想赖账？你在说什么？刚才你自己说的，只要让杨家能成为最新的供应商，你就把你所有的股份转移到我老婆的名下。现在你又凭什么代表郑家？哼，我们赌的是郑云舒让杨总成为我们郑家的供应商，可现在是杨总自己主动找来和我们郑家合作的，又不是他郑云舒找来的，我凭什么要转让股份呢？老郑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杨总，实不相瞒，这是我这个不孝女当年行为不检，在外面勾引回来的野男人。他的话，您可一个字儿不能信啊！像这种人，狗嘴里永远吐不出象牙来。杨总，您这……杨总，你怎么？杨总，您是不是对我们有什么误会啊？我们郑家对您一直都是很尊重的，您这是……那是因为你们嘴巴说的不是人话，有辱倾听。闭嘴！我在和杨总说事情，哪轮得着你一个吃软饭的在这张嘴？不要！不要！我告诉你，我今天来这儿，正是为了我云舒侄女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也敢说打！杨叔叔，您说你今天……云舒侄女，我今天正是为你而来。杨总，这中间不会有什么误会吧？她只是一个小丫头片子，您身份这么尊贵，怎么会因她而来啊？放肆！你当我杨一鸣说话是摆设吗？我实话告诉你，我今天正是因为我云舒侄女而来，要不是因为她想让你踏入我郑家的大门，就算你们给我磕3个响头，我都不会迈入半步。杨总啊，有事好商量，您何必开这种玩笑呢？是吧？你看我像是在跟你开玩笑吗？告诉你们，和郑家合作，我只认我云舒侄女。至于你们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云舒可是我们郑家的女儿，您跟她合作，就等于跟我们郑家合作，一样的，一样的。刚刚你侮辱云舒的时候，怎么不说她是你闺女？现在杨总已经承认是因为云舒才和你们郑家合作，你现在就应该按照合约，把所有的股份都转移到云舒名下去。股份全都给你，你管理得了郑氏吗？杨总可是看在我老婆的面子上，才选择和郑氏合作，他管理不好，难不成让你来管理？够了！杨总，云舒他还小，他管理经验不够。你要是把合作的事情交给他的话，我恐怕到最后他
啥呀？我今天来这儿，正是看中了云叔的能力，与正式合作，没有你们可以，没有他不行。现在我又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如果不签呢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看来你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能有什么严重的啊？杨总，你是不是因为云叔才选择和郑家合作？不错，如果我云叔侄女做不了郑家这个主，那就是与我杨家作对。从今往后，我杨家会中断给你们供货，与此同时，我也会掐断其他的供应商给你们郑家供货。郑家，我什么？什么？杨总，您不是开玩笑的吧？开玩笑？我跟你很熟吗？你看我像是在跟你开玩笑的样子吗？我可没有这个心情。云叔，你可是我郑家的女儿，郑家要是破产了，对我有什么好处？你不想破产的话，就按照约定把股份转让给我，你们安心回家养老。我一定会让郑氏的企业更上一层楼。郑家的股份全都给你，你可真敢想啊！愿赌服输。如果今天是云叔被迫签下这个协议，你们又会手下留情。云叔，你看，毕竟你还年轻，我怕他们在外面仗着你年轻欺负你。不如这样，对内呢你说了算，对外我说了算，省得他们在外面欺负你，是不是啊？我可没心情跟你们在这讨价还价。协议要签，郑家不管对内还是对外，都得听我的。协议要签，郑家不管对内还是对外，都得听我的。我劝你最好见好就收啊！我也劝你，趁我还看在一家人的情分上，赶紧签了，不然一会儿我没有耐心了。等待你们的下场就是滚出郑家。赶紧签！还有你，赶紧签！哼，以后郑家要是被你败了，可不要哭着回来求我们。我们走。多谢杨叔叔相助，只是不知杨叔叔今日怎么会来？因为江氏，我今天才知道你一直在找杨氏合作，所以才赶了过来。既然达成协议，那我就不藏着掖着了。不知杨家可否1周内供货？没问题。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真是没想到，这个死丫头竟然真的能叫来杨家家主谈成这笔合作。真是小瞧了这个死丫头，爸。咱们可不能就让他接管了郑家呀，以后就没咱们的位置了呀。那还不是怪你，要不是你跟那个送快递的打赌，咱们怎么能把股份输给郑云舒那个死丫头？爸，当初打赌你不也是同意的吗？你现在怎么怪我头上了呀？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。算了，先不说这些了，想想办法，怎么把这个死丫头赶出公司。不过他刚刚拿了江氏的投资，又与杨家签了合作，想把他赶出公司不容易啊！哼，不就是与杨家的合作吗？想必有一个人更不想让他过得好。你是说林氏？没错，咱们到时候借林氏的手，搅浑他与杨家的合作，让他知道到底是谁才能管理得好郑氏。说得好。我这就给林晓打电话。老婆，你辛苦了。奇怪，虽然这事成了，但我一直想不明白，明明之前杨家一直拒绝跟我们的合作，这次怎么会？当然是老婆你优秀了。不过我还是担心，今天我拿了郑家的股份，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老婆，你就别担心了。如今啊，我们只用去保证杨家的供货就行了。其他的都不用担心。林少，哼，是这样，我觉得郑家可千万不能落在这个死丫头的手里啊，不然对
对你也没有什么好处吧？你说叫我帮你夺回郑家的掌控权，那我的好处是什么？等到公司拿回来以后，郑云舒的股份我分你一半。没问题。我需要帮你做什么？把杨家给他供的货调个包。成交。哥，我都听到了，你说郑家都落入郑云舒那个贱人手里了。这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，你居然把郑家的产业都输给了那个贱人！不应该呀，我明明交代过杨婷，不许杨家给他们进货的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不过这也好，毕竟只是一个女人，对付她可比对付郑家那些老家伙省事多了。这次我要一口气吃掉整个郑家。谁啊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我的宝贝孙女。怎么，你还拦着我不成？是啊，少爷，这可都是老爷特意为小姐选的礼物，都是小孩子最爱的了。你可以进来，但保镖都在门外。没问题。可可，爷爷。哎，可可，想爷爷没有啊？可可，你看，爷给他好多礼物，喜欢吗？喜欢，谢谢爷爷。哎呀，可可真乖。我和我宝贝孙女单独玩会儿，你赶紧拿他俩带着去。我和我宝贝孙女单独玩会儿，你赶紧拿他俩带着去。我还不想跟你在一个屋檐下，我去公司找我老婆去。什么？你想按老规矩吃3个点的回扣？云舒啊，你爸爸和我们合作的时候可是一向如此的，咱们可是合作了10多年了。现在是我在签合同，李叔，在新的合作框架里，给你们提成只多不少，压缩物流成本还能多赚15%，这可比回扣实在。哼，云舒，你可不要忘了，在整个大夏可只有我们和江家才有着镶芯片的技术，你不跟我们合作，难不成和江家？怎么就不能跟江家合作了？您别忘了，我们可刚拿到江家的投资。那只是你走了狗屎运，江家怎么会和你们区郑家合作？您这么说，是一定要吃这个回扣了？哎，既然你不顾这么多年的情面，那也没必要合作了。老婆，喝杯咖啡，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，跟老公说，老公帮你解决。你照顾好可可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了。你现在出来，可可怎么办？哎，你别担心，江家啊，那老爷子来了，他跟我说他对可可一见如故，非要我。我想着他总不会对可可做些什么，就把可可交给他来照顾你了。这江老爷子为什么对可可这么好？哎，你说你要跟江家合作？李建业仗着和我爸关系好，拿了我们郑氏那么多年的回扣，现在还想拿捏我。我刚刚那么说，也只想堵住他的嘴。江家也不会跟我们合作。江老爷子正在家里跟可可玩，这样我们现在就回去，让他签合同。这能行吗？有什么不能行的？我说能行就能行。走，带着合同。爷爷去这儿。好，得嘞。端水。哇，呀！爸爸妈妈，你们怎么回来了？江老爷子，可可实在不懂礼貌，太不好意思了。可可那么乖，我以前做梦都想有个这样的孙女。老婆，你不是有事儿要找他吗？林叔啊，你有什么事要我帮忙？啊，我听说江家是大夏国除了李家之外，唯一一个可以制造 X 芯片的企业，不知能否跟江家签订一份合作协议啊？没问题，我当什么事呢？您不问我合作利润是多少吗？可可是我的乖孙女，这份合同就当是我送她的见面礼了。
哦，你不是带了合同吗？哦，对，这是合同，您过目。好。近日，郑氏企业负责人郑云舒已签订了与江氏集团的合作。据悉，江氏将会成为郑氏企业新的芯片供货商。凭什么他郑云舒能顺风顺水啊？急什么？他现在的命门，也就是杨家的那批精密元件。现在我们已经与林霄达成了合作，就等下周。爸，您是想？哼，等到换一批货，让他的生产线停摆，合作方索赔，股价暴跌，到时候他就知道什么叫万劫不复了。就坏1/3，同冒品我都带来了，包装合格单我也都拟好了，事成之后我再给你3倍。郑总，这批设备看起来比咱们合同约定的还要更加精密，我们很满意，这是签收单。李总，先不要急着签。这批货能不能收，还得两说呢。我们的产品都经过3次质检，更何况供货方都是江氏、杨氏这种大企业。你们质疑我的产品，难道也在质疑他们吗？这是我托第三方机构做的加急检测，你们这批设备的核心芯片抗干扰性不达标，比行业最低标准还低3个分贝。用这种残次品，是想让合作方告我违约吗？云舒，这什么情况？你今天可要给大家解释清楚。以前老郑在的时候，公司可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纰漏。这份报告的检测机构根本没有资质，检测方法也完全不符合行业规范，这是伪造的。你说伪造就伪造呀？我看你这是心虚。你们这是对合作方不负责任，今天必须暂停交货，彻查生产线。郑总，要是真有质量问题，我们确实不能接受，否则这是对我们企业的不负责。要我说呀，这女人啊就是不能管理公司，赶紧把公司交出来吧，啊，否则的话后果你是担待不起。是谁说要罢免他呀？这里是股东会，轮得着你一个快递员说话吗？李总。这是大夏最权威的电子质检中心的检测报告。是的，这确实是大夏官方最权威的电子质检中心的印章，绝对没错。这个就是他们所谓的第三方机构的资质查询报告。这家公司3个月前就因为伪造报告被吊销了营业执照。你用一家黑机构的假报告来为难他，是何居心？哼，老郑，真是没想到你竟然是这种人，为了夺权，居然联合外人一起坑害公司。我们李氏永远不会再跟你合作。云舒啊，这批货我们收了。后续合作，我们也会考虑优先跟你合作。李总，您太客气了。今天我就不多留了，你这边应该也有事要处理。既然你们一再不知胜率，那郑家你们也不用待了，我要召开股东大会。云舒，怎么这么突然召开股东大会啊？今天我们和李氏差点无法达成合作。什么？因为有人指使杨氏调换我们的供货。这批元件被换，杨氏不管老王已经招认，说指使他的正是杨婷，杨婷也已经认了，说是受林氏指使。什么？林氏是在欺负我们郑氏5个人吗？
清理了，他能有什么证据？不是虚张声势吧？恐怕不止林氏，参与这次调货的还有我身边的人。你什么意思，郑云舒？你别仗着你掌管着郑氏，你就炫坤啊！云舒，虽然你是郑氏的总裁，但是你别忘了，我是你的父亲。云舒，你有证据吗？你说我们和林氏合谋，你有证据吗你？那你要不要听听你和凌霄的录音呢？放心，杨婷已经将仓库的货换掉了。只要这批货杨家交上去，那么郑氏的新产品就无法正常验收。届时你再去拆穿。只要搞崩这批货，等郑云舒下台，我就把郑云舒手中的股份分你一半。你们在伪造证据。如果这个都不够的话，那这个呢？谁都知道，杨婷和林氏集团的大小姐林袭是好朋友，能让杨婷做出这种事儿，你们又跟凌霄有个通话，是谁指使坏货物的？我相信不言而喻。老郑啊，你糊涂啊！我决定将郑建国与郑云帆从郑氏除名。各位没有异议吧？你敢！你敢勾结外人吃里扒外，我为什么不敢将你这个害群之马赶出郑氏？保安，把这两个人给我拖出去！等着，走。是你们先不顾血肉亲情，联合外人抢走我的股份的。我现在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怎么？郑云舒，你会后悔的。我会不会后悔我不知道，但一定会后悔。郑云舒这个贱人真狠，我们不仅被赶出了董事会，就连郑家都回不去了。我们一无所有了吧？一无所有，那就让郑云舒也尝尝失去的滋味，可可。妈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凌霄阁。孩子啊，就算是为了江峰，你也没必要特意从国外回来吧？哎呦，爸，我好不容易知道江峰的行踪，当然要回来了。可是，江峰的母亲是我们凌霄阁设计所害呀，如果让他知道了，怕是不会饶了你。他江峰要是能查到，估计早就来找我报仇了。又好比等到今天，堂堂神龙殿店主也不过如此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当然是去会会他老婆了。我上官英显的东西，谁也别想从我手里抢走。妈妈，爸爸去哪儿了呀？怎么还不回来？爸爸出去买菜了，晚上给可可做好吃的。可是我想爸爸陪我玩。可可，你是嫌弃妈妈了？当然不是了，妈妈工作太忙了，应该多多休息。爸爸陪我玩的话，那就最好了。可可乖，爸爸一会儿就回来了。一定是爸爸，他是不是又把钥匙落在家里了？妈妈去看看。你是郑小姐，难道不请我进去坐坐？你到底是谁啊？哎，你干什么？漂亮阿姨，你是谁呀？好可爱的小姑娘，江峰真是好福气，竟然有这么可爱的女儿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哦，麻烦你把这个交给江峰。失礼了。哎，什么人啊？江峰，刚刚有个女人让我把这个给你。他人呢？
刚走，怎么了？该说的都说了吧？就看江峰愿不愿意付出代价。他一定会的。只要他知道他母亲的死因，他就一定会来找我们。没错，爸，我就先上楼了。等一等，怎么了？孩子，别怪爸爸多嘴啊。爸爸知道你从小就喜欢江峰，可是他现在已经结婚了，并且连孩子都有了，你何苦呢？那也要试过了才知道。江峰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没什么。江峰，你信不过我。别多想，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我可以处理好。老婆，我不是不愿意告诉你，而是这件事情它太过于重大，你想帮我也帮不了。无论怎样，有需要再告诉我。还真有一件事儿需要你帮忙。什么事啊？带可可离开云城。为什么？难道你又想离开我们？今天来的那个女人，她绝对不是简单的角色，她很明显是冲我来的。我不想把你和可可牵连进来。她到底是谁啊？她是谁已经不重要了，但是我必须要和她正面打交道。是吉是凶还不清楚，你最好是带可可去避一避。只有你们安全了，我才能放心。对不起，老婆，让你担惊受怕了。我可以带可可先离开，但你答应我，绝对不能出事。可可需要你，我也需要你。哎呀，我就知道你还会来找我的。我想请问一下，你知道我妈的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可以告诉你啊，不过嘛，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？和你老婆离婚，和我在一起。不可能。先别急着拒绝我嘛，我可以等。你用不着跟我来这套，我来见你是因为你我从小就认识。你要是不愿意告诉我，我自己也能查清楚。虚张声势，江峰，你要是真的有办法，你何必来找我呢？你从小就是这样，只要是被我说中了心事，你就是这副表情。我是不可能放弃我的老婆和孩子的，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吧。江峰，你以为你现在有什么资格和我谈条件？你什么意思？你威胁我？我什么意思？我愿意拿强暴去换取和你结婚的结果，已经是给足了你面子，否则我大可以去抢。你虽然是神龙殿殿主，但在我眼里，你对我没有一点威胁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也不用去顾念你我之间的情分了。顾念不顾念嘛，全看你。不过嘛，不过什么？如果你真的要和我撕破脸，那我告诉你，你母亲的死因也无妨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只不过是想让你到时候别留遗憾，乖乖受死就是了。我也乐得轻松，免得对你仁慈。好，既然你要这样的话，那你就别后悔。你怎么了？这是我的事情，用不着你操心。你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。店主，属下已经调查清楚了，当年老夫人之死是凌霄阁所为。但虽然我们查到了凌霄阁，但究竟出于什么原因对老夫人不利，还暂未可知。店主，如果我们现在和凌霄阁宣战，暂时还不是好的时机。我知道，你们先保护好云舒和可可。店主，上官小姐对您一往情深，
他会不会见你有妻有女，一时气急走极端呀？我担心的也正是这个。如果他真是如此，那云舒和可可就有无穷无尽的了。倒也不会无穷无尽，只要熬过这几年，应该就没什么事儿了。怎么回事？啊，店主，您不知道吗？上官英这几年身体越来越重，听说活不了多长时间了。这是我的事情，用不着你操心。你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。妈妈，我好渴。可可乖，妈妈这就去给你买饮料。我们走。妈妈，我累了，我想歇一会儿。妈妈，可可已经是大孩子了，你放心，没事的。那可可要乖乖待在这儿哦，不要乱跑。嗯。漂亮阿姨，是你。那阿姨和你妈妈谁漂亮？阿姨是很漂亮，不过没有我妈妈漂亮。好可爱的小朋友，你说的没错，和妈妈比呀，肯定还是妈妈最漂亮。漂亮阿姨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嘛，来这附近随便逛逛。你呢？在等妈妈吗？那阿姨和你一起的，怎么样？你认识我妈妈吗？当然认识了，我和你妈妈呀可是好朋友。这怎么了？我肚子好痛。小朋友，你哪里痛？喂，120吗？云城游乐场。可可。怎么是你？你怎么才来？把孩子一个人丢在游乐场，哪有你这样当妈的？郑可可的手术费交一下吧。我是她妈妈，我来吧。什么？你是她妈妈？那她是谁？是我送她来的，她才是可可的妈妈。你先去缴费，剩下的等会儿再说。行，来。我都听大夫说了，谢谢你啊。没什么，看见那么可爱的孩子，换做是谁都愿意帮忙的。上次你来我家，我态度不好，对不起啊。小事一桩，况且我如果真的对你有意，今天也不会救你女儿了。我们换个地方讲吧，这儿说话不方便。上官小姐，谢谢你今天救了我的女儿。谢？你拿什么谢？什么都可以，只要你说能满足你的，我一定满足。我要你把江枫让给我。你放心，就算我和江枫在一起了，我也不会阻止他见可可。况且可可嘛，我是真心喜欢。江枫作为可可的亲生父亲，应该尽一个父亲的义务。这个嘛，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？你是真的喜欢他？不然呢？你以为我和你说这些是为了什么？你现在就说行还是不行？如果我说不呢？就算你不同意，我也有的是办法。上官小姐，可可的手术费我马上就给你，谢谢你今天救了她。你就不害怕我真的把江枫抢走了？不可能！老婆，你放心，我是不会放弃你和可可的。走不走？回家。好一个夫妻情深！不过我上官英得不到的东西，你们谁也别想给我得到。江枫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上官英和你势不两立，不死不休。你考虑过后果？后果？论容貌，论家境，我哪一点比不过郑云舒？我甚至可以为了你舍弃我自己的生命。可是你江枫呢？
从来没有拿正眼看过我一眼。疯子，没错，我就是疯了。小时候不仅让我把玩具熊让给弟弟，我不肯，他就打我，还饿了我整整3天，所以我就把玩具熊剪碎烧了。我上官英得不到的东西，我就要毁掉，毁掉！我警告你，你要是再敢造次，我就跟你凤鸣道别。我上官家已经几乎垄断了云城所有的垄断行业，加上雷小狗的相助，江峰，你我根本就不放在眼里。上官燕，我警告你，也别逼我，我不想跟你走到最后。你以为我害怕和你撕破脸吗？医生说了，我的身体越来越差，最多只有2、3年的寿命了。既然如此，多活2年，少活2年，又有什么区别？都是你江峰，对我，你真的下得去手吗？假如你真的要对林叔和可可做什么，我就让你看到你的后果。至于有多惨，那就看你做的有多过分。江峰，那你就守护好你身边的每一个人。游戏正式开始。爸爸，那个漂亮阿姨呢？什么漂亮阿姨？就是她送我来医院的。爸爸妈妈，你们怎么了？怎么不说话？没事，可可，等可可出院了，爸爸就带你去以前爸爸住过的地方玩上一段时间。好呀，好呀，那有什么好玩的呀，爸爸？都是爸爸像可可这么大的时候喜欢的东西。那是不是玩具枪、小汽车、变形金刚什么的？也有其他的呀，等可可去了就什么都知道了。好。江峰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到底什么身份？老婆，你怎么突然问这个？你说你是普通人，可普通人怎么可能跟上官英自小相识啊？那都是之前的事了，现在的我就是普通人。既然如此，你有什么能力保护好可可？普通人有普通人的好处啊，普通人就可以把可可安置到安全的地方，谁都找不到。老婆，你放心。真的？上官英他再能手眼通天，他也只能看得到上边的事情，而街头巷尾的事情，他永远都看不到。可是……好啦，别可是了，现在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喂，小峰，爸爸他失踪了。什么？你现在在哪儿？我马上过去。你等我一下，我找个安全的地方。人去哪儿了？姐，你在哪儿？江峰，游戏开始了。你放了我姐，要我干什么都行。立刻来我家。刚到的明田龙井，尝尝。我姐现在怎么样？我既然让你来，就不会伤害你。我要见她。可以呀，先把茶喝了。放人。江峰，你现在对我客气点。你有什么你就冲我来。冲你来，我可舍不得。毕竟我那么喜欢你。江峰，你今天要是敢让我受伤的话，你姐姐和你父亲可就都没命了。只要你肯娶我，你姐姐和你父亲会没事。不可能。那你自己看。你猜下一个会是谁呢？当然是我了。老婆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刚才一直跟着你，既然我们是一家人，
有困难就一起面对。你还有什么诡计？都试试。不姐，江峰，我们的第一局是你赢了，还是我赢了？第一次只是警告，不会伤害他们。不过嘛，我们的第二局，我倒想看看输赢到底会如何。少来这个，第二局是什么？等时机到了，我自然会告诉你们。请吧，我不送了。小声点，他会睡着。小宝，看他们对我和爸做的手笔，应该是凌霄阁的人。凌霄阁？除了神农殿和凌霄阁，没有人知道你和我们的关系。能用爸和我来威胁你，一定是凌霄阁的无疑。上官音竟然是凌霄阁的人。上官音就是那个一直喜欢你的上官音。没错，就是他。不会吧？他不是一直喜欢你吗？怎么会？姐，你好好照顾我，我知道你没事就好。等等，怎么了？你和爸之间还要这么一直僵下去吗？姐，你怎么突然说这个？他们问可可在哪里的时候，爸一口咬定不认识。无论他们怎么折磨爸都没说一个字。他都这么一把年纪了，要是真出个好歹，可怎么办呀？从我落到他们手上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他们想做什么。可可的事，我什么都没说。他们想从我嘴里掏出话来，不可能。爸，你别说了。我知道。一直怪我没能照顾好你妈妈，我一直也因为这件事自责，所以这次我一定要保护好你们。爸，我知道了，你好好养病，剩下的事情交给我来处理。小宝，你有你自己的打算。如果你下定决心，就放心大胆去做，不要后悔。爸，我明白。去吧，我没事，我这把老骨头还硬朗着呢。您多保重。等我处理完这个事情，再来看你。你是谁啊？在我家门口鬼鬼祟祟干嘛呢？您别误会，我是送快递的。江峰先生在吗？你找他干嘛？一位叫上官英的小姐，把这个寄给他。给我吧。老婆，你怎么了？可可，这是可可的东西。可可已经落在他们手上了。老婆，你先冷静。我怎么那么着急？可可就是我的命，她要出了什么意外，我也不活了。一定是上官音。老婆，你先别自乱阵脚，等我查清楚，我一定可以救助可可。你比我预想的来得要快。可可呢？当然是在我这里啊。
我们的第2局游戏开始吧。你想怎么？ 3天后我会通知你的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你要是敢伤害可可，我绝对饶不了你。江峰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婆婆妈妈的？可真让我失望。你放心吧，到时候我一定会找你的。我们之间还有好多账要算。 见到可可了吗？上官云说，3天之后他还会来找我。都怨你，都怨你！你不说可可不会被发现吗？现在人就没了，你还我女儿，你还我女儿！老婆，我跟上官云还有账要算，至少这3天，咱们女儿一定是安全的。3天之后，我一定把可可平平安安的带回来。可可的去向，你们查到了吗？据可靠消息，大小姐现在就在上官英的别墅里。大小姐并没有受到什么虐待，上官英反而为她去住做足了准备，所有东西一应俱全。店主，属下已经召集神龙殿所有势力，只要您发话，我们立刻救大小姐出来。不必，这样容易打草惊蛇。店主，那你说怎么办？我自有安排。你们随时待命，当我有需要的时候，你们立刻带人出现。是，店主。漂亮阿姨，你不舒服吗？怎么不去睡觉？我睡不着。漂亮阿姨，你为什么要带我到这儿？为什么？当然是因为要对付你爸。我可是个坏人，你怕不怕？我才不信呢！你一点都不像坏人。怎么不像坏人了？反正就是不像，我也说不出。小屁孩，你懂什么？赶回去睡觉。再不睡觉，我就让大灰狼把你给吃了。可可是大孩子了，你这套骗不到我了，才没有什么大灰狼呢。你倒是人小鬼大。那是什么意思？就是，算了，跟你讲了你也不知道，去睡吧。可是漂亮阿姨，我想跟你睡。什么？跟我睡？今天是星期六，每到周末，妈妈都会陪我睡。今天她不在，你陪我睡好不好？看我干什么？不是你要我陪你睡觉吗？怎么还不睡？我的朵朵不在，我睡觉都是要抱着她睡的。朵朵？朵朵是谁啊？是我的小鸭子，我每天都要抱着。你的意思是要我现在把它拿过来陪你啊？那也不用那么麻烦的，漂亮阿姨。你睡觉抱着什么呀？我已经长大了，睡觉用不着那些东西了。那你岂不是很可怜，都没有人陪你睡？你瞎说什么呢？谁说没人陪我睡觉？我现在就带你去看。那去挑一个吧。朵朵是我的好朋友，她一定不喜欢我抱别的小宝宝。随便你吧，我可是困得不行了。快睡啊！我要听故事。听什么故事？赶快睡觉。那，就这个。
江峰，如果我们能有个孩子，那该多好。好热呀！这么烫，哥哥。阿姨，我好难过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瞎说什么呢？哥哥只是生病了，阿姨这就带你去医院。哥哥，哥哥，坚持住！把可可还给我，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我现在没空和你说这些。可可生病了，我要带她去医院，你快给我让开！我带她去医院，把可可还给我。别碰我的孩子，让开！你今天要是敢伤害她，我就杀了你！上官音，你疯够了没有？爸爸，可可，爸爸带你回家，乖。爸爸，你今天要是敢抢走可可，咱们谁都别想活！你疯了！没错，我就是疯了，全都是因为你。你今天要是想要可可的命，就死在我面前！爸爸，爸爸。你想怎么玩？你不是很爱他吗？那就用你的命来换他的命。不要。这样吧，爸爸，继续，继续，停下来！不玩了。江峰，我原本只是想要回来就杀了你，折磨你，但是现在，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。问？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哪怕只有一点点。一瞬间都没有吗？我就知道，你从来都没有爱过我。可可，只要爸爸在，就不会有人伤害你。江峰，你赢了，但是我也没有输。我不会再让你伤害可可。江峰，你觉得你们今天还能走得出去吗？为了今天咱们两个相遇，我早就在这整个房间布满了炸弹，想走门儿都没有。你想怎么样？江峰，我那么喜欢你，可是你自始至终从来没有拿正眼看过我一眼。既然活着的时候没有办法在一起，那我们就死了，继续折磨。怎么？怕死？我不是怕死，我只是求求你放过可可。你要我的命，我都可以给你。你的命？你以为我只想要你的命？我要你身边所有亲近之人的命，尤其是你妈。你说什么？不妨告诉你吧，你妈的命就是我应拿的。伯母，我特地没有下致命的杀手，就是为了让你有力气交代遗言。您说吧，我听着呢。你会是不是？为什么？还不是因为您的宝贝儿子。当初他为了实行神龙殿任务，中了陷阱，9死1生。是我上官英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把他给救了出来。您说这够不够？孩子，小峰欠你一命，而老太婆替他还。我求求你，不要保护小明好不好？您还的只不过是他欠我的命罢了，但是我的下半生全部让他给毁了。你什么意思？当初为了救他，我在零下几度的水里泡了好几个小时，冻伤了肺。在那之后，只要是天冷的时候就久咳不愈。最让我接受不了的是，
医生告诉我，我失去了生育能力，在那之后再也当不了母亲。您说，是不是毁了我的下半生？伯母，您放心，只要我上官英还活着一天，就会永远缠着江枫。他毁了我，我自然要毁了他。江枫啊，你说我到底该不该报复你呢？冤有头债有主，我把你的人生毁了，你找我就行了。你为什么要找我的家人？我就是要让你痛苦、折磨，亲眼看着你身边所有亲近之人一个个死去，你的痛苦就是我最大的快乐。今天我就要拉着你们所有人同归于尽。可可，别出危险！可可，阿姨，阿姨，你哭了。阿姨不哭。阿姨没事，可可乖。阿姨，如果以后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每天来陪你。你是真心喜欢可可，可可心里明白。好，那说定了。老公。弟弟发信号了，快走！江枫，我输了。看见可可，我还是下不去手。你们走吧，事情已经结束了。上官爷，谢谢你。不用谢我。我和可可有缘，之前我一直困在对你的仇恨里，是可可给了我最后一丝温暖。她应该好好活下去，带上我那份希望，接着活下去。上官爷，你说什么？你不要做傻事啊！滚！要不我就拉着你们所有人同归于尽。滚！店主，乔振，立刻送我女儿去医院。是。秦行，立刻通知云舒，让他去医院。是，店主。保护好他们，不要让他们再受任何差错。江枫，还是那个时候的你帅，现在有了老婆孩子，都油腻了不少。我还是喜欢那个时候的你，只是可惜，再也回不去了。妈，所有的事情都已经结束了，你安息吧。爸，您这是做什么？当然是给我宝贝孙女啊做圣诞大餐了。哎呦，爸，就您这手艺，还是算了吧。其实，姐，小峰回来了。爷爷，姑姑，爷爷抱。可可，别闹了，爷爷身体还没好，快下来。谁说的？我就愿意抱我的宝贝孙女。小峰，云舒，
事情解决的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姐，一切都已经恢复正常了。只是上官英他也是个可怜人。算了，不提他了。对，哎呀，今天啊是我们一家人第一次聚在一起啊吃顿饭。小凤，如果你妈知道你现在已经成了家，有了孩子，不知道该有多开心呢。爸，今天这么好的日子，干嘛提这些？对，你瞧瞧，我老糊涂了。你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我看我们来照一张全家福吧。好啊。来，看向前方，3、2、1，签字。